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。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某医院来了一位66岁的阿姨，她在晨练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竟然摔出了右侧股骨头粉碎性骨折。粉碎性骨折是骨科疾病里非常严重的一种，一旦处理不当，就会造成后遗症。这一切的根源是因为他长期以来的骨质疏松没有得到有效治疗。这件事的发生让张医生这个刚刚进入医院实习的医生感触很深。如果这位阿姨在发现骨质疏松之后就及时补钙，那么在意外来临时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。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新陈代谢逐渐变缓，消化功能减弱，钙的需要量也相对增加。人体缺钙和随之产生的钙代谢紊乱是老化和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老年人缺钙的症状有哪些？医学上把老年人缺钙归为一种代谢疾病。长期缺钙会造成骨钙丢失，引起一系列症状。老年人缺钙的症状有哪些呢？先介绍几种常见症状，大家可以自查一下。如果中了一个，你就要抓紧预防了。容易抽筋。缺钙的老年人常常出现半夜小腿抽筋，这是因为低血钙时，神经肌肉的兴奋性会增高，引起肌肉痉挛，同时低血钙或大量钙离子进入细胞，会严重干扰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，容易在微弱刺激下出现抽搐。骨质疏松。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，容易造成骨折，比如文章开头出现的那一幕就属于这个情况。有些严重的骨质疏松还会发生无痛骨折，甚至是自发性骨折，严重威胁老年人的身体健康。骨质增生。从营养学角度来讲，缺钙是引起骨质增生的原因之一。骨质增生会导致身体多处关节疼痛、僵化，不少骨质增生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被建议补钙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之后，部分患者的病情可以得到改善。除了抽筋、骨质疏松、骨质增生、骨折等症状之外，老年人缺钙还会导致食欲不振、腰酸背痛、情感淡漠、疲惫乏力、关节痛、心律紊乱、瞌睡、瘙痒、手足麻木等症状。医生说，最安全有效的补钙方式在日常饮食中加入钙的摄入量，而且食物补钙比药物补钙更安全，不会引起血钙过量。一些家常菜就是真正的补钙高手，这些菜正是因为搭配科学才得以发挥很好的补钙效果。虽然你每天都在做菜，但是如果不注意搭配，那就真的是错失了好几个亿。这些家常菜比补钙片还补钙15倍。豆腐炖鱼，补钙健骨绝配。豆腐是大家熟知的高钙食物，只要吃200克豆腐就可以满足一日钙需要量的1/3，比喝半斤牛奶还要多。而鱼肉中丰富的维生素 D 能加强人体对钙的吸收，因此豆腐炖鱼不仅味道鲜美，更是补钙健骨的绝配。芝麻酱拌菠菜，完美的补钙凉菜。芝麻酱是钙的宝库，每100克含钙870毫克，高于豆类和蔬菜。而菠菜中富含的维生素 K 是补钙的形成要素，如果在补充钙的同时增加维生素 K， 可以大大提高补钙的效果，促进钙沉积在骨骼当中。芝麻酱拌菠菜香而不腻，是完美的补钙凉菜。青椒炒鸡蛋，提高钙的吸收率。鸡蛋含有优质蛋白，其钙含量也较高，而青椒中富含维生素 C， 两者一块炒，不但色泽美观，
还能提高钙的吸收率。4. 紫菜辅助汤，补钙健骨完美搭配。钙与镁就像一对双胞胎，总是成双成对的出现。当钙与镁的比例为2:1，最利于钙的吸收利用。腐竹是富含钙的豆制品之一，而紫菜被称为镁元素的宝库，两者一起煲汤，可谓补钙健骨的完美搭配。5. 醋溜小油菜，促进钙的吸收利用。不少绿叶菜在补钙效果上并不逊色，其中小油菜的钙含量超过同样重量的牛奶，而醋有利于钙从不溶状态变为可溶状态，促进钙的吸收利用。此外，小油菜中含有大量有助于钙吸收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K。6. 黄豆炖猪蹄，促进钙沉积与吸收。黄豆钙含量丰富，猪蹄中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，可以作为钙沉积的骨架，从而更有利于黄豆中钙的吸收。需要提醒的是，猪蹄中饱和脂肪含量较高，不宜常吃。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，如果你盲目补钙，很有可能进入一个误区。3. 补钙误区，钙补的越多越好。许多老人误认为钙补的越多，吸收的越多，形成的骨骼就越多。其实不是这样，通常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每天需要摄入800毫克的钙，过量补钙并不能变成骨骼，反而会引发并发症，危害老人健康。钙是这样被吸收的，钙经胃肠吸收进入血液，形成血钙，即血液中钙的含量再通过骨代谢，把血钙进行钙液沉积，形成骨骼。不是说钙吃的越多，形成的骨骼就越多。血液中的钙含量必须保持在一定水准，过多或过少都不行。过量补钙，血液中血钙含量过高，可导致高钙血症，并会引发并发症，比如肾结石、血管钙化等。要避开这个误区，最好的选择就是食物补钙，把上面这些家常菜作为补钙的来源，就不会引起补钙过量。而且钙质最容易吸收的时间是晚上，夜间人体血液需要一定量的钙，我们晚上睡后不宜进食，人体含钙量较小，我们在睡前吃钙容易很快被吸收。钙对我们人体来说非常重要，赶紧把这些家常菜放到餐桌上吧。特别是晚上，除了食补外，医生说还有4个补钙小技巧。1. 加强运动。老年人一般各方面的生理功能都会减退，因此造成钙流失加速，所以加强身体锻炼可以起到提高免疫力的作用。只有自身素质提高了，手脚的柔韧性以及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才能够得到提高。减少钙质的流失实际上也是补钙的一种好方法。2. 晒太阳。如果想要获取人体需要的钙质，平时还需要适当晒太阳。很多老年人足不出户，基本上没有接触阳光，这种情况会让缺钙的现象越发明显。适当的晒太阳能让身体合成维生素的能力提高，当人体有足够的维生素提供，自然可以发挥良好的补钙效果，这样人体吸收钙质的能力会增强一些，这是在补钙过程中需要掌握的重点。因此在补钙过程中，建议老年人适当晒太阳，这样才能防止身体缺钙严重。3. 保证充足的睡眠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老年人的睡眠时间也会逐渐缩短，这就导致很多老人睡眠不足，因此身体的机能逐渐减退。所以为了使身体机能加强，老年人也应该尽量保持充足的睡眠，从而促进体内钙质的吸收。4. 吃蔬菜水果。老人缺钙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胃肠功能减退，
所以这时候调理肠胃比直接吃大量的钙片更有效。例如水果、蔬菜一般都比较容易消化和吸收，同时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D， 在生活中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蔬菜、水果。相信看完这个视频，中老年朋友对于如何正确的补钙都有一定的了解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